来。完了，饲养员掉进老虎笼子里了。完了，掉进老虎笼子里了！大帅，你别过来啊！快打电话报警救人啊！有个东西卡在老子喉咙里3天了，哎呦，难受死我了！谁在说话？大帅，是你在说话吗？废话，不是本王还能是谁？我靠，我竟然能听懂动物说话，有了跟动物沟通的能力啊！我要难受死了！快帮我把那玩意儿弄出来！那你把嘴巴张开，我帮你啊！完了，老虎吃人了！老虎吃人了！饲养员的胳膊要被吃掉了。我没看错吧？这小伙子没事吧？他的胳膊竟然没被老虎吃掉。哎呀，没事，我这是在帮大帅拿出他喉咙里面的东西呢。大帅怎么可能吃我呢？你说是吧，大帅？哎呀，可算拿出来了。饲养员，今天谢谢你了啊！哎，是个印章。哎，大帅，你为什么喉咙里会有印章啊？哎呀，之前有2个贼眉鼠眼的家伙在这附近啊藏了2个宝贝，其中这个印章被我不小心吃掉了，还有个宝贝是个玉玺，被我不小心弄到池子里了。哦，这印章看着确实像个老物件，不行，我得找一个古董店鉴定一下真伪。老板，你能帮我看看这个印章吗？哼，小伙子，你一个工人能有什么好东西？不就是想拿什么便宜料子，浪费我时间吗？老板，你东西都没看呢，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呀？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就是想捡漏一夜暴富。哎，去，别浪费我时间。哟，这不是考古专家李春李先生吗？什么风把你给吹过来了？哎，说来话长啊，最近呢文物失窃，一个印章，一个玉玺，全部都被偷了。我们本来悬赏20万寻找，可这文物一点消息都没有啊。所以啊，我来各个古玩店看看，看有没有来销赃的。我这印章该不会真的是丢失的文物吧？李专家，你说的这个印章是我这个吗？哼，小伙子别闹了，你怎么可能会有文物级别的印章呢？这就是这个印章。什么？他怎么会有文物级别的印章？这不可能吧？哼！小伙子，你是从哪儿得到这个的？这个，是我在工作的时候啊，意外捡到的。那个李专家，你刚才说的那20万悬赏还算数吗？算数。来，我给你扫码。来。啊！支付宝到账20万元。没想到一下子就挣了20万，这可是我好几年的工资啊！和动物沟通的能力真的太有用了。哎，小伙子，你那儿还有没有玉玺的消息啊？我们单位的领导说了，谁找到玉玺，奖励100万。什么？100万？对。李先生，我知道玉玺在哪里啊，你跟我来。好，我这就叫同事们跟你一起去。走。走。李哥，这小子靠谱吗？说水池里有玉玺，咱们找了半天也没看见呀。就是，我看呢，就那小子想骗那100万。不慌，再找找啊。那个印章就是他找到的，万一真找到玉玺呢，是吧？哎，找吧。我记得大帅说玉玺就在这水池里啊，怎么找不到啊？难道被别人捡走了？老二，这帮傻子在找玉玺呢，那玉玺早被我藏起来了，他们慢慢找去吧。老大威武，老大牛逼！小鱼说被他给藏起来了，怪不得我们找不到呢。哎，于哥、刘部，你们别走！我靠，老大，这家伙竟然叫咱们哥！你们能告诉我那玉玺在哪儿吗？啊，你居然能和我们沟通？给我们弄个制氧机，我们就帮你。好，我这就给你们去弄啊！这小子叽里咕噜说了半天，这是要干啥去啊？你管他呢，接着找吧。制氧机来了！啊！
啊，太爽了，终于又能呼吸了。两条腿的，我们哥俩说到做到，这就帮你把玉玺带上来。哎，好嘞。哎，我找到了，我找到玉玺了，玉玺就埋在池子的淤泥里边。哎呀，快给我看看！没错，就是这个玉玺，终于找着它了。哎呀，可以跟领导交代了。李专家，那100万奖金你看？哦，对，来，扫码。我们当时想着把东西埋在老虎旁边安全，没想到这都能让他们找到。支付宝到账100万元，这么简单就挣了100万？就是，我们也找了也挖了，凭什么我们没有钱，就你得了100万？不是啊，谁找到玉玺谁就奖励100万，是你们自己定下的规矩啊。现在酸气冲天，有本事你们别把这文物弄丢啊！你，哼，我明白了，怪不得你知道玉玺在哪儿，感情你是盗贼的同伙吧？啊，原来如此。一定是事先把文物藏起来，然后你自己再找到。这既能得了奖金，哎，这钱也能洗白了啊！你们没什么证据，在这乱说什么？血口喷人啊！那你说，你怎么知道玉玺在淤泥下面呢？我合理猜测不行吗？这几个货真是有意思，还在这儿互咬起来了。真正的盗贼就在旁边看着呢。这俩盗墓贼看到玉玺被找到，可心疼了呢。这是狗的心声。他说真正的盗墓贼就在旁边。李队长，我现在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那你怎么证明？乖狗，你告诉我盗墓贼是谁，我就给你大骨头吃啊！要瘦了，梁教授能听懂狗话了，不会有大骨头吃。好吧，梁教授，我告诉你，盗墓贼就是旁边那2个人，一个戴帽子，一个戴墨镜。你们2个在这别动，我有话问你们。大哥，他怎么发现我们是盗墓贼啊？蠢货！现在你自己不是说出来了吗？快走！哎，盗墓贼跑了！哎，追！哎，狗哥，你帮我抓到盗墓贼，我请你吃1个月的大骨头。1个月的骨头？梁教授，你说话要算话。一定！快！你们不是说我是盗墓贼吗？现在真正的盗墓贼被抓了，还觉得是我吗？我看过盗墓贼的通缉令，就是他们，一模一样。什么？竟然真的被他抓到了？真的假的？小泽，我替他们向你道歉，之前是他们误会你了，你不是盗墓贼的同伙，你是立大功的英雄啊！哦，对了，你有所不知，公安悬赏50万抓这2个盗墓贼呢。50万，真是意外之喜啊！小泽，走，咱一块把这盗墓贼押到公安局，顺便替你领赏。好嘞，走。走。本台最新消息，近日，我市星光动物园饲养员陈子泽，凭其过人的勇气和细心，协助警方破获了一起重大文物盗窃案，成功追回国宝级明代玉玺1枚，因此获得了上级功勋表彰。哎，兄弟们，一个小小的动物园里竟藏有玉玺这种宝贝，你们说这动物园下面会不会还藏着其他宝物？大哥，你这话意思是？我听说这个动物园经营不善，已经在破产边缘了。我们3个趁此机会买下这个动物园，直接把挖掘机开进去强拆。只要我们拿下这个动物园，下面不管有多少宝贝，都是我们的。他可英明了。我能跟动物沟通后，昨天1天我就赚了170万，这钱来的也太快了。不愧是能和动物交谈的金手指，但这点钱连买个房子都不够，还要继续努力赚钱啊！这梁教授多快乐呀！我的大熊猫朋友大花就不一样了，今天它难产了，好多专家都无能为力。那些专家还说，谁家动物园有专家能拯救熊猫妈妈，就给哪个动物园1000万的扶持金。也不知道谁能救下咱们的熊猫朋友。这是孔雀的心声。熊猫妈妈难产，救下国宝熊猫，就有1000万的扶持基金，那还等什么呀？我来了，小泽。园长，发生什么事了？这么着急啊？小泽呀，你不知道拆迁队带人过来强拆我们的动物园。哎，老头，我告诉你，你的动物园我今天拆定了。今天这动物园你拆也得拆，不拆也得拆。你们怎么这么霸道？凭什么拆我的动物园？就凭你们经营不善，动物园没钱了，与其破产清算，哎，不如拿着我们的钱离开呀。是啊，我的动物园还有很多动物，你把我们赶出去，拆了我们的动物园，这些小动物去哪儿啊？
那群畜生又不是人，我管他死活干什么呀？你看看，这里让我能够读懂动物心声，帮我捡漏赚钱。我不能让这些动物没有家，但是动物园的确快经营不下去了。对了，我记得孔雀刚才说了，帮助大熊猫妈妈可以得到官方的1000万基金支持。别愣着了，赶紧走吧，别耽误我们拆迁。哎，慢着！你们说我们动物园经营不善，给我3天时间，如果能拉来1000万基金，你们是不是就不能拆了？贾聪明，你听到没有？一个动物园的饲养员竟然大言不惭，说自己能3天能够拉来资金支持。就他3天1000万，怎么可能？就是，与其拖3天，还不如现在就给他拆了。我说3天就3天，如果3天后我拉不来的话，这动物园随你们拆，保证不反抗。好，你有种，我就给你3天时间。要是到时候还没资金，你们就等着被强拆吧。我们走。是，等着。小泽啊，你说3天能拉来基金，是真的吗？园长，你放心吧，我现在就去拉基金，不会让我们的动物园被拆。梁教授，离我远点！熊猫挠伤我，不让靠近，这怎么给它接生呢？哎，你好，我是星光动物园的饲养员陈宇泽，请问有什么能让我帮忙的吗？饲养员？一个小小的饲养员来这儿凑什么热闹？你以为我们这儿没有专家了？我只是来问一下具体情况啊。梁教授没一个好人，给的吃的都要淡出鸟来了，一点胃口都没有。我现在正在生孩子，还给我吃竹笋，我要吃肉，老娘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好家伙，果然是天府神兽，难怪把专家都给挠了，感情是要吃肉啊！哎，你住手！刚才我们已经喂过熊猫妈妈了，它根本就不吃啊，还挠了我们，它现在就不饿。就是，熊猫妈妈是在难产，怎么会是饿了？你搞清楚状况好不好？你有没有想过，熊猫妈妈生孩子需要体力啊，而你们还让它吃竹笋。熊猫不吃竹笋，它吃什么呀？当然是吃肉了。居然敢质疑专家的决策，还给熊猫吃肉，你是在逗我吧？笑话！要是给熊猫妈妈吃肉能解决难产，我们还至于在这里商讨对策吗？哎，快住手！你疯了吗？熊猫怎么可能吃肉？熊猫可是素食动物。好吃好吃，这个梁教授还不错。是吗？我怎么看他好像吃的挺香的呢？我去，这怎么回事？这刚才这家伙不是不饿吗？哎，吃饱了。这个梁教授好懂我。啊，抱腿杀！熊猫好像很喜欢他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不对劲儿，我的肚子好痛。不对，这是要生了。看，出问题了吗？这就是你让熊猫吃肉吃出的问题。就你这样还专家呢？熊猫妈妈这样子，分明是有力气要生了。愣头青就是愣头青。熊猫妈妈这样要是生下孩子，我这专家就不当了，我随你姓。好，你住手！熊猫妈妈吃饱了，宫缩也减弱了，现在正是生产的关键时刻。你真是要接生吗？你看他那么难受，快住手！一个个的像什么话？领导，你看他来这儿捣乱，影响我们给熊猫接生了。我看这小伙子手法专业的很吗？他真把熊猫接生出来了。刚才是谁说我把熊猫接生出来就不当专家了，甚至还要改姓啊？哎，我希望某人能够履行诺言啊。这位是林业局的局长王山河，我是局长秘书李青。哎，领导你好，我是星光动物园饲养员陈宇泽。非常感谢你帮助我们拯救了大熊猫，你们这些吃干饭的，还不如一个饲养员呢。这次回去也要重新考核，考核不过的，予以单方面辞退处理。熊猫妈妈刚刚难产，我们要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危险。不准你们报，只准他报，其他人不准报。你这小家伙，这区别对待也太明显了吧？我还没碰呢，你就吼起来了。那领导，现在该怎么办？你也看到了，我要给他检查，他只能让你碰。看来还是你把他带回你动物园饲养吧。哎，大熊猫弄到我的动物园也是个招牌，但是护养费我们出不起啊。哎呀，领导，我们动物园快没钱了，快破产了。这个问题很简单，你不是帮助大熊猫生产了吗？我给你们动物园1000万的支持资金，熊猫在你们动物园的饲养费1个月另批100万。哎，没问题，谢谢领导。行，3日后我亲自登门送上基金和锦旗。终于拉来资金了，
还有可爱的熊猫崽崽一起带回去，动物园肯定会迎来大批的游客。小子，3日之期一到，你们没拉到基金经营这个动物园，我们要拆了这里！你们赶紧卷铺盖滚蛋！就是，从现在开始，这是我们的地盘了。再不滚，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小子，怎么办啊？园长，没事，我来解决。我就这个大熊猫，上面的领导马上就会亲自给我们送来1000万，我们有钱经营动物园，你们不能拆。就你一个小小的饲养员，还能惊动上面领导亲自给你送1000万？就是，反正上面领导马上就来，你们强拆就等着被抓走吧。小子，这牛皮吹得太大了，你还是回家洗洗睡觉去吧。就是，赶紧回去洗洗睡吧。流氓，别跟他废话了，我就不信会有领导来给他送钱，直接动手开。好嘞，我看谁敢。你是谁呀？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我是本市林业局局长王山河。本市林业局局长王山河。领导，我已经了解了事情经过。你们因为动物园经营不善，就想强拆动物园。你看好了，陈宇泽小同志因为拯救国宝大熊猫，特奖励锦旗1面，特批动物园扶持资金1000万。啊？什么？他竟然真的拉来了扶持资金，这怎么可能啊？就是，只用了3天时间，这怎么可能啊？大哥，我们是不是完了？你们3个没有拆迁证就强拆动物园，等着进局子吧。领导，我们错了，领导，我们错了。陈宇泽小同志，你救助熊猫，谢谢你了。领导哪里的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李秘书，给市警察局长打个电话，让他们来抓人。你们3个跟我们走。是。哎，走。时候不早了，我们先走了。好嘞，多谢领导，领导慢走。哎，领导慢走，领导辛苦了。哎，小泽呀，今天多亏了你，我们的动物园才没被强拆，而且还拿来了1000万的政府扶持资金。从今以后啊，你就是我们动物园的高级干部了，工资涨到2万元，上班时间自由，5险1金。好的，谢谢园长。虽然2万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但是这让我拥有了听动物心声的能力。我要留下来，和这些动物好好相处。时间不早了，你今天忙了一天，也辛苦了，回去早点休息吧。好了，园长，那我就先走了。梁教授，我代替所有动物感谢你守住了我们的家园。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为了感谢你，我给你一个赚钱的情报。古玩街那边有我的鹦鹉朋友，他喝水的碗很值钱。好，我这就去古玩街。小伙子，随便看看。笨蛋主人，天天让我用这个破碗喝水，这个碗比我太爷爷的太爷岁数都大，真是委屈死本鸟了。这个鹦鹉应该就是小白的朋友，他喝水的碗是个古董，我得想办法把它买下来。老板，这鹦鹉一直吱吱的叫，它好像是渴了。啊？是吗？我来换换水。终于有水喝了，要是能把这个老破碗给我换掉就更好了。哎，老板啊，我看你这鹦鹉挺有意思，但它好像不是特别满意这碗，要不你把碗卖我得了。小伙子，你不会以为我这古玩店都是古玩吧？这就是一个喂鹦鹉喝水的碗，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我看着还挺喜欢的，卖给我呗。小伙子，你是真不懂行啊，真是个不长眼的年轻人，分不清好赖。我这里这么多好东西，他不买，非盯上这只破碗。哎，老板，就当是买个缘分，我出1000块，行不行？1000块钱买一只碗？小伙子，你是个爽快人，不过咱可说好了，这碗一经售出，概不退换啊。放心，就算是买亏了，也不会退款的。来，等一下，小伙子，咱们立个字据，免得以后后悔，好吧？签个字。好嘞，那贵客您慢走啊。哟，
这不是古董鉴定专家孔晨先生吗？什么风把您吹到我这小店来了？老朱啊，我今天又到你这儿来淘宝来了，随便看一看啊。哎，小伙子，你手上的东西我能不能看一下？这个吗？行啊。这是孔先生，这碗有什么好看的？这是我家魏鹦鹉的碗呐。这碗不简单，这非凡物啊！这是明代嘉靖年间青花缠枝纹碗，真品，价值200万以上。多少？200万！孔先生，您肯定看错了，这就是我家魏鹦鹉的碗呐，怎么可能值那么多钱？我不会看错，这种碗我以前拍过一次。小伙子，这碗你卖吗？你如果卖，我立马当下给你转钱。这碗我自己卖的话，费时费力，直接把这个碗卖给他，我立马就能拿到200万现钱。再说了，这碗是我捡漏来的，尽早出手，免得夜长梦多。你如果同意，我立马给你转钱。行。支付宝到账200万元。朱老板，那我就先回去了。这宝贝，我回去得好好欣赏欣赏。孔先生，小伙子，你是不是知道这碗是宝贝啊？我不知道啊，我就看着那东西挺老的，不行吗？不行，那是我家祖传的碗。这样，刚才的交易取消，我把1000块钱退给你，你把200万还给我。那可不行，这可是我们立了字据的，哪怕你报警，警察也不会帮你的。哎呀，都怪我，这碗放了这么久，我怎么没看出来？小伙子，你看完赶紧走，看着你我心烦。行了，老板。小家伙，谢谢你啊，让我又赚了200万。你帮我换了新的碗，我还可以告诉你个好消息，街尾的废品站有个紫檀木盒，里面藏着好东西。紫檀木盒，好东西啊！又一条赚钱情报，我必须把握住。小家伙，谢谢你啊，下次来给你带好吃的。不客气，不客气，记得带好吃的。嗯。哎呀，这应该就是小鹦鹉说的废品回收站吧？欢迎大家来到大宝废品回收站！欢迎大家来到大宝废品回收站！购买废弃仓库5000一间，买完之后东西全归你，开出宝贝算你好运，开出垃圾自认倒霉。嚯，还怪会做生意的，把这卖仓库搞得跟刮彩票一样。哼，这紫檀木盒肯定就在某个仓库里，可是这么多个仓库。可恶的梁教授！又来我大黑的地盘了，肯定又是开仓库的傻帽。也只有我大黑知道真正的宝藏在哪里。大黑啊，你知道宝藏在哪里啊？哇哦，吓死本庙了！你这个梁教授竟然能听懂本大爷说话，还知道本大爷的名字。你想知道宝贝在哪里，也可以，你请大爷吃点好吃的。好嘞，你在这里等着我，马上回来啊。哎呦！好大黑啊，我请你吃猫条，你告诉我宝藏藏在哪个仓库，好不好？猫条，梁教授，算你识相。不过有吃的还不够，你得给本大爷按摩。哎呀，好，哎，猫大爷，好了没有啊？好，看你这么伺候本大爷的份上，就告诉你吧，我全部仓库都去过了，只有7号仓库的东西最值钱。那个紫檀木盒也在7号仓库吗？紫檀木盒，我想起来了，有的也在7号仓库。哎呀，太谢谢大黑了，下次我给你带更多好吃的啊！老板，我要开仓库。哟，这哪儿来的穷屌丝啊？小伙子，我看你全身上下这衣服加起来也就200块钱，我这可都是留给大老板的。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怎么瞧不起人呢？你怎么知道我没钱啊？我赵大宝识人无数，有钱没钱我还能不知道？哎，我要是有钱呢？有钱？你有钱？拿出来我看看。哎，你瞧好了啊，300万。300万？
我还有1000万。等等，个10、百、千、万，你真有300万？现在还看不起人吗？行，我给你一次开仓库的机会，5000块，现在付款。你这仓库凭什么值5000啊？里面不会都是些垃圾吧？我这些都是别人过期留下的，里面什么宝贝都有，名牌手表、昂贵家具，保你稳赚不赔。哼，其实东西早就被我提前拿走了，剩下的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垃圾。哎，小伙子，别开太仓库，好东西都被赵大宝拿走了，开了包赔的。就是呀，开了包赔，小伙子千万别上当。去啊，关你们什么事儿？赶紧滚，别耽误我在这做生意。没事儿，各位大哥，我心里有数，开着玩。哎呀，好吧，就开7号仓库吧。行，那就开7号仓库。7号仓库，紫檀木盒，我来了。这就是7号仓库。我就说这里一片狼藉，肯定都是废品啊。这些东西加起来也不知道能不能卖100块钱，黑心老板竟然敢收5000，这小伙子上当了呀！哎，你们不买不要乱说话啊，别影响我在这做生意。大黑说的紫檀木盒里面竟然有一颗顶级钻戒，开出东西来了，还是一枚钻戒呢。顶级大钻石，最起码值个好几百万呢。梁教授，怎么说？我大黑没骗你吧？完蛋，我好像碰到什么东西了，先溜了。呀，还有好东西呢！还以为这小子是冤大头，没想到运气这么好，开出这么多好东西，哼，赚大发了这次。这怎么可能？这些金条价值好几百万，我怎么就没发现？不，这仓库我不卖了。哎，赵老板，做生意有赚有赔呀，你不能说因为我这个仓库里面开出好东西你就不卖了，我可是付了钱的。对呀，做人要讲诚信，哪能这样做生意呢？哎，各位啊，我这些东西你们是有渠道帮我销售出去，我全都得卖了。好，我认识奢侈品鉴定师，我现在给他叫了，你给我提成佣金啊。喂，李宁，这边有个大老板要出好东西，你赶紧过来一趟。这位老板，我算过了，这些金条还有紫檀木盒、顶级钻戒加起来能卖500万。如果你愿意，我们现在就可以打钱交易。没问题啊，给我450万就行，剩下50万给这位兄弟。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恭喜到账450万。这钱来的这么轻松吗？果然，致富还得看小动物们。我这个金手指真的太有用了，以后成为千万富翁指日可待啊！今天一天我就挣了好几百万，爽啊！这仓库要是我开的就好了，整整500万呢！啊，梁教授，又是你啊！嘿嘿，有没有给本喵带好吃的？大黑，谢谢你啊，让我今天又多赚了500万。梁教授，算你识相，还知道感恩。既然如此，本喵就再告诉你一个别人不知道的消息。什么消息啊？西山那边有片豪华区最近不太平，3号别墅那个嚣张的梁教授业主前几天犯法跑路了。跑路？是啊，他临走前慌里慌张的，把他家傻狗拉克和一颗超级亮的夜明珠锁在了地下库的保险仓库里。那傻狗天天又饿又怕，对着通风口哀嚎，哎呀，可怜极了。夜明珠啊，还有一条狗被困在地下，又饿又怕。不管是为了那夜明珠，还是那条可怜的狗，看来我还是得去趟3号别墅。大黑，感谢你。
我这就去救你的朋友啊！这里应该就是大黑所说的3号别墅了，里面有一只快被饿死的狗，还有很多钻石。得想办法进去才行。哪里来的小毛贼？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大哥，误会了，我是来救狗的。这里面有一只狗被关在地下室，快被饿死了。救狗？这里可是富人区，就算是有狗，那也是富人的心肝宝贝，怎么可能会饿死呢？就是，我看你小子胡言乱语，肯定是来偷东西的。哎呀，我真的是来救狗的呀！它就在3号别墅里面，它主人犯法跑路了，狗被关在下面，快被饿死了。老大，我最近在巡逻的时候，的确听到了3号别墅那边有狗叫声。行，既然如此，那我们就给你个机会。如果3号别墅下面有狗，我们就给你赔礼道歉；如果3号别墅下面没有狗，你就等着进局子吧。行，跟我走吧。小伙子，这别墅这么安静，狗呢？就是，如果有狗，为什么不叫？你不会带我们过来拖延时间，自己找机会逃跑吧？拉克，你在吗？你在的话，唤一声，我来救你。梁教授，我在这里，快救我！我要饿死了！什么？真的有狗？这怎么可能？这真的有狗要饿死在这里了！拉克，你别怕，坚持住，我这就来救你。梁教授，我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跟我沟通的，但是谢谢你了。这门是被锁了，难道要暴力破门吗？不行，不能暴力破门。就是不能破门，狗要饿死在里面了也不行吗？那狗饿死了，那不是我们的责任。但如果是门坏了，那就是我们监管不力了。就是狗饿死也不能破门呐。如果我不破门就能打开门呢？你不破门就能打开门？你做梦呢你！这是价值好几万的防盗门啊，一般人根本打不开。我看你是没睡醒，这件事情到此结束，赶紧滚回家去。拉克，你能告诉我你们家的密码是多少吗？让我想一下。我没看错吧？你小子竟然跟条狗说话！就是，他竟然问一条狗密码是多少？你不会以为他会回复你，把密码告诉你，让你进门吧？我想起来了，密码是415411。兰克，谢谢你，我知道了，马上就救你出来。说你装，你还真搁这装上了啊！切，你真是在这自言自语，给兄弟几个表演节目呢。我承认，我笑了。现在的年轻人真有幽默细胞。真装上了。我去！我说保安兄弟，现在怎么样？我操！他竟然真的把密码门打开了！不可能啊！这不可能！这门竟然开了！这怎么可能？一定是梦！哎呦，好痛！这是真的，不是梦！这狗真的把密码告诉你了！我去，你是世外高人呐！我这密码门我吃不下。好了，当务之急还是先去救拉克吧，不然他会有生命危险的。走。拉克，没事吧？我要饿死了！哇，快救救我！拉克，你慢点吃啊，不着急。还有啊。梁教授，谢谢你，没有你我就饿死了。看来我们是错怪他了，他真的是救了一只狗，而不是来偷东西的小偷。是啊，是我们错怪他了。你们可以联系上业主的亲戚吗？问他还要不要拉克了。如果不要的话，我就带走，不能把他丢在这里不管。啊，好，稍等，我这就联系一下业主的亲戚。业主的外甥女马上就过来了，她可是周氏集团的千金，待会儿你们可要小心点。周氏集团可是整个龙国最强的财阀集团，千万别冒犯了人家。周氏集团，没想到拉克的主人竟然是周氏集团的亲戚。拉克，
于找到你了。我那个死舅舅真的是丧心病狂，把你关在这里一点都不管。小红，你终于来看我了，我好可怜。拉克，我这就带你回家，好不好？好，但是旁边这个两脚兽救了我，我要报答他。拉克，你的意思是要把这个夜明珠送给他？哎，我是来救狗的，这个我不能收。收下吧，这都是你应得的，就当是报酬和感谢。今天要是没有你的话，拉克可能就真的危险了，我到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我是陈宇泽。我叫周红，很高兴认识你。话说，这夜明珠我真的能收下吗？反正我舅舅已经跑路了，也没有人要了。拉克愿意给你的话，那就给你了。既然如此，那就多谢了。拉克，谢谢你啊！有空的话，我再来看你。两脚兽，哎，拉克看起来好像很喜欢你，我们加个微信吧，以后常联系。哦。这颗夜明珠这么大，这么亮，也不知道能卖多少钱。保守估计，怎么也得1000万吧。这周家大小姐真大方，看来今天也不算白来，我得找地方把它卖了，变成现金。周小姐，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慢走。把夜明珠卖掉之后，再加上之前赚的钱，我现在已经居然有2000万了。钱已经够多了，是时候把父母接过来享清福了。喂，儿子。你最近忙吗？怎么想到给爹打电话？爸，你儿子在城里挣钱了，现在已经有2000万存款了。什么？2000万？对啊，以后啊还会有更多的钱。小子，你不会做什么违法的事情了吧？爸，你就放心吧，你儿子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怎么可能去做那些事情？这些钱都是我干净挣的。好。儿子有钱了，有本事了。爹放心，有钱了有本事了，我想把你跟妈接过来一起享清福，然后买车买房。哎呀，儿子，爹不花你钱，你对自己好就行了。那不行，我不差这点钱，就这么说好了啊。明天啊接你去买房买车。孩子懂事了，爹也高兴啊。你妈在旁边都感动哭了。父母养我小，我养父母老，天经地义。明天就回去接他们。前面这几个呢都已经售罄了，后面呢是我们。爸妈放心，儿子有钱，今天给你们买套房子，再给我买套，到时候咱们离得近啊，我好照顾你们。儿子有这份心，我可太高兴了。儿子懂事了，我可太感动了。哎，你好，看房。什么人呀，穿个什么破烂货？我们这里可是高端别墅售楼部，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接待。你这人怎么看不起人呢？我儿子有钱。有钱？能有多有钱？别在这装模作样了，省得到时候没钱，打脸的是你们自己。我今天要是能拿出钱来，怎么办？能多有钱啊？10万还是20万？有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今天要买2套别墅。什么？这个小伙子竟然要在这儿买2套别墅？是啊，我听到了，这里的房价可不便宜呢。这小伙子不会是装逼的吧？这小伙子不会是装逼的吧？哼，笑话！你要是能买2套别墅，我今天啊就给你跪在地上唱征服。好啊，这可是你说的，一言为定。来人，验卡。尊贵的先生，我这就给您验卡。苏婉仪，你没业绩穷疯了吧？连这种屌丝都攀，别到时候没钱，
要不我给你介绍几个大客户？不用了，我们作为销售，对待客户应该一视同仁，这是我们的原则。哼，装什么呢？等你验完卡，我倒要看看这个穷屌丝有多少钱。哼。怎么了？是不是穷屌丝？我都跟你说了，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先生，您的卡验完了，有2000万，符合购房标准，欢迎选购。谢谢。苏婉仪，你说什么？这个穷光蛋怎么可能有2000万？你是不是多数了几个零啊？我没有看错，就是2000万。刚才是谁说真有钱的话给我跪下长征服啊？跪下！先生，我刚才不知道，都是跟您开玩笑的。先生，您不是要看房吗？我现在就带您看房，可以吗？这位小姐，跟我一起看吧。我想买2套高档别墅。这边请。狗眼看人低，下次记得给我把嘴巴闭上。这几乎是1000万的业绩啊！就这么被苏婉仪拿走了，我气死了。先生，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您看。直接刷卡吧，父母1套，我1套。是，先生。儿子，你也太有出息了，给你爸我狠狠争面子。就是，我就说我儿子最棒的。这才哪到哪啊？我们还得去买车呢。走，去 4S 店看车去。怎么样，爸？迈巴赫开起来爽不爽？爽，太爽了，还是我儿子争气呀！走，爸，兜风去。好，你慢点儿。好嘞。这小伙子这么年轻就给自己买了保时捷了，这也太年轻有为了。是啊，最重要的是还给自己爹买了迈巴赫，这也太孝顺了吧！就是啊。哎，爸，累了的话就先回别墅休息下吧。儿子我呀要去买套西装。好嘞，我儿子这么帅，穿上西装一定更帅。我们回家给你做饭啊。好嘞，等着。这也太帅了吧！这又是哪家少爷出来购物了？不行，太帅了，我的小心脏。果然，钱花在自己身上才是最舒服的。不过买了2栋高档别墅，加上2辆豪车，我也花了1000多万了。这钱是真不够花，看来我得继续努力挣钱了。不知道哪里可以再听一些动物心声呢？二丽，你听说了吗？最近周氏集团从海外订了一批宝物，但是送货的船进水了，几百个集装箱都在仓库里，根本找不到宝物在哪。他们还说，只要能找到宝物，就要奖励5000万元呢。哼哼，两脚兽都不知道，但我住在仓库的朋友乌龟爷爷肯定知道，他的鼻子可灵光了。这是小猫们的心声。他们说的周氏集团就是周红的那个集团吧？5000万元的奖励，这钱可不少。看来有必要去一趟了。我有了听到动物心声的能力，再加上乌龟爷爷帮忙，我觉得这5000万的回报手到擒来。可是我又怎么去联系周红？是周红打来的，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陈玉泽先生，我是周红。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周氏集团遇到一点麻烦。之前在3号别墅的时候，有人说你有异常于他人的感知，所以想请你帮个忙。放心，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如果这件事办成了，我们周氏集团愿意拿出5000万奖励。放心吧，周小姐，有忙我一定帮。给我个地址，我这就过去。好，地址发你手机了。不好意思，周小姐，来晚了。陈玉泽先生，您终于来了。我们现在正头疼呢。我们周氏集团在国外订购了一件宝物，但是在回来的时候，过程遇到意外，我们的货物就在这些集装箱里面，但是却不知道是哪个。这确实比较难办。哟，穿的人模狗样的，你有什么本事？就是，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凑什么热闹？
这2位是？他们是我爸请来的国际拍卖行首席鉴定师秦风，还有他的助理秦玉，他们也是来找宝物的。哦，也就是说，他还是我的竞争对手喽？就你还当我的竞争对手？你也不照照镜子，配不配？就是，我哥可是国际拍卖行的首席鉴定师，对宝物了如指掌。你是什么身份，就敢跟我哥比？是吗？那你们为什么没有找到宝物啊？你知道这里有多少集装箱吗？你知道一个集装箱有多大，有多少东西吗？怎么可能这么简单的就找到？我找不到，你们就能找到了？我哥可是带了国际上专业的3维扫描仪和光谱分测仪，这些可都是国际上的顶级仪器。有专业的仪器，迟早找到。我看你2手空空而来，看你是来丢人的吧？别理他们，咱们自己去找自己的。放心，我能立马找到。哼，我没听错吧？还立马找到？你是没睡醒吧你？就连我们都找了好几天，一点线索都没有，你想立马找到？你简直是开玩笑的吧？我要是可以的话，你要是能找到，我直接把我的高端仪器当面吃下去，顺便给你跪下叫爷爷。我也一样，你要是能立马找到，叫你一声爷爷又何妨？好，这可是你们说的，现在我们分头找找。找就找，我期待你跪下求饶的那一刻。哼，走。这些梁教授也太年轻冲动了，他们要找的东西明明很容易找到，为什么要吵架呢？这是乌龟爷爷的心声，他就在这里啊。根据小猫们提供的情报，乌龟爷爷能帮我找到宝物。乌龟爷爷，我是陈宇泽，你刚才说我们太冲动了，宝物其实很容易就找到，你可以帮我吗？什么？你这个年轻人能听到我的心声？我不是在做梦吧？哎，乌龟爷爷，你要不要帮帮我呀？怎么说？年轻人，我不管你是怎么和我交流的，我不做没有报酬的事。你想让我帮你，但你要怎么报答我？放心，我早就准备好了。看，这是杂粮罐头，这个罐头里面有小鱼、小虾、顶级牛肉，还有肉类的肝脏。您作为肉食性的巴西龟，肯定是你的最爱。对，没错，年轻人，你真是太知道孝敬老人了。啊，乌龟爷爷，您先吃。好吃好吃，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哎，乌龟爷爷，您要是能帮我找到那个宝物，再给你1年份的杂粮罐头。什么1年份？小伙子，我岁数大，你可别骗我呀。放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好，我告诉你吧，像之前几个梁教授一样，拿什么高端仪器去量的，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宝物是靠闻。你看这东南角，对，就是那个被压在最下面的红漆都快掉光了的木箱子，我活了90多年，绝对不会闻错。哎，我看到了，是那个吧？那里散发着谷物的香味，和我太爷爷的杯子上一样古老。哦，对了，宝物的外面还有一层泥土包裹的味道，你们说的宝物就在里面。好的，谢谢乌龟爷爷，我这就去啊。你干嘛？你这是提前知道自己找不到，早点来认输了吧？就是，要早点认输，也不至于现在过来低头道歉。谁说我要低头道歉了？我已经找到宝物在哪里了。真的吗，陈先生？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周小姐，别听他胡扯，我刚才看得一清二楚，刚才他根本就没找，什么也没做，就是为了喂乌龟。他不会以为这样子就能找到宝物了吧？怎么，乌龟告诉你宝物在哪儿了？真是笑死我了！就是龟爷爷告诉我的。笑死我了，陈宇泽，你找不到宝物，也不至于编出这种谎话来骗人吧？你是精神失常了还是咋的？竟然说乌龟告诉你的，简直搞笑！我刚才看你信誓旦旦的，真以为你有点东西，没想到，你就是个废物。谁是废物还不一定呢，我要去开箱寻宝了。哟，说你装，还真的装下去了。
那边我刚才用仪器检测过，根本什么都没有。哥，我们去看那个家伙到底在装什么鬼。我相信陈先生，他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说谎的。周小姐，我们手里拿的是高端仪器，是科学，你怎么能不相信科学？就是啊，周小姐，如果你相信他的话，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他到底在干嘛。事实胜于雄辩。找到了，东南角，红漆都快掉光的木箱子，谷物香味儿被压在最下面。不会错，这就是龟爷爷说的装宝物的箱子了。周氏集团的宝物就在这儿。这么小一个箱子，简直是笑话！这里面怎么会有宝物？就是这么一个小箱子，我看你不会是乱找的，来这里耽误大家时间吧？箱子小是因为宝物是一件唐朝时期的国宝，佛门至宝菩提子念珠手链。手链？手链这种东西该不会在箱子里面吧？就是，这陈宇泽不会就是来骗人的吧？废话少说，打开就知道了。好，开就开，我倒要看看你丢人现眼的模样。没错了，乌龟爷爷说的被泥土包裹的宝物就在这个泥菩萨里面。什么？笑死我了！你竟然拿出来一个泥菩萨！笑死我了，还以为你有什么本事呢，原来是在这里开盲盒，瞎开不开，耽误大家时间啊！泥菩萨？难道父亲为了谷物的安全做了什么防护措施吗？真正的宝物就在这个泥菩萨里面。陈宇泽，你又做梦了。大白天说梦话，谁会把价值连城的宝物放在泥菩萨里面？就是，我们用高端仪器扫描了这么久都没有找到，你一下子就找到了，这怎么可能呢？不信是吧？我现在就摔开给你们看。笑话！你真以为是侦探小说啊？这宝物要是在泥菩萨里面，我就当面把这泥菩萨给吃掉。哼，好，一言为定。吓死我了！这不是什么都没有吗？看你装模作样的样子，真以为找到了？就是，以后别这么吓人了好不好？没有就没有，你还是老老实实的给我哥跪下唱征服吧。你们是不是忘了丢失的宝物是什么？是佛门至宝菩提子念珠手串，这么小的东西怎么可能一下找到？找到了。什么？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真的是佛门至宝菩提子念珠手链。怎么，这下老实了吧？一定是假的，一定是假的！是你提前知道念珠手链的模样，提前埋进去的。周小姐，您看一下，这一定是假的，对吧？这一定是假的。是真的，就是这个，手感和样子和我父亲说的一模一样。陈先生，找到了，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周氏集团的国际文化展可以参加了，我们把唐朝时期的至宝成功送回国内了，我会好好报答您的。举手之劳而已。之前说的5000万，一分都不会少，请你一定收下。支付宝到账5000万元。不可能！我们价值几百万的高端仪器都没有找出来，他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找到宝物？可恶，竟然真的被他找到了，这一定是黑幕！我们周氏集团从不黑幕，至宝丢失是真，你们自己没本事找到宝贝，就不要血口喷人。周小姐，你看我在这里忙了好几天了，我这也是国际拍卖鉴定首席的职位，跟着忙了好几天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就是，这5000万的分成可以分我们一半吗？分你一半？哼，你做梦呢？你们找到了会分我一半吗？再说了，是谁说我能找到宝物就把这个高端仪器给吃下去，顺便再磕头叫我爷爷？
是谁说这菩萨里面有宝物，就把这菩萨给吃下去？现在就想耍赖？哦，原来这就是国际首席鉴赏师的信用吗？就这么烂吗？陈宇泽，你，我跟你没完！你疯了吧，陈宇泽？这吃下去不得死啊！不要欺人太甚。做不到的事就不要事前装逼，免得到时候被打脸，显得太难看。秦玉，我们走，不和他一般见识。好的，我们走。首席鉴定师，一路走好。他们还真是搞笑，不过今天真是多谢你了。不用客气，我不是也拿到了5000万的奖励做报酬吗？尽管如此，还是得谢谢你。这样吧，下周在艺术家博物馆有个展览，我一直想去的，不如你陪我去吧。到时候我请你吃饭看电影，就当好好报答你。这算是约会邀请吗？整个龙国最强的财阀大小姐对我这个动物园饲养员提出了约会申请，还长得这么漂亮，性格那么好。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吧。行，下周见，周小姐。下周见。小伙子还傻笑呢，喜欢就勇敢去追呀！这是你龟我90年的龟生经验。我知道了，乌龟爷爷，这次多谢你了。小意思，还记得1年份的高等杂粮罐头吗？放心好了，我已经下单了，到时候让外卖员给你送过来。好孩子就是孝顺。既然如此呢，爷爷我就再告诉你一个赚钱的消息。什么消息啊？刚才那个女孩不是邀请你去艺术家博物馆吗？对啊。我知道那个博物馆的一个秘密，一个隐藏了30年的秘密。乌龟爷爷，那你得赶紧给我盘道盘道啊！30年前呢，艺术家博物馆镇馆之宝明代画家吴彬的《百兽朝凤图》意外丢失，如今他们的悬赏金额早已提高到1个亿。而我恰好知道这件宝贝在哪儿。1个亿！30年前呢，我偶然经过博物馆，恰好看到了名画丢失的全过程。其实这幅名画根本没有丢失，当年修缮的时候被师傅选起来，放在纺织品的衬池里了。结果这位师傅意外离世，这名画的去处也成了未解之谜。也就是说，悬赏1个亿的名画真迹藏在了每天游客路过的赝品里面。正是如此，年轻人，这份机缘就交给你了，你要好好把握。谢谢乌龟爷爷，我明白了。下周我就让国宝重现于世，顺便挣下这份悬赏金。陈先生，您来了。久等了。没关系的，上次要不是你，我周氏集团根本不可能把国宝送回家，并且成功举办国际文化展。你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今天我就带你好好逛逛博物馆，就当你的讲解员了。那就麻烦了。哼，我不是早就跟你分手了吗？谁让你过来骚扰我的？我如今已经有男朋友了，人家是博物馆的馆长，年薪1000万，不像你小小的动物园饲养员，月薪3000。哟，这衣服挺贵的。还以为什么大人物呢，原来只是个普通的动物园饲养员，月薪3000，你能看得懂艺术品吗？我工资多少跟我看得懂艺术品有什么直接关系吗？废话少说，我看你就是来找有钱人的。这位小姐，你看你样貌也不错，衣品看也还行，怎么非要跟这个穷屌丝在一起？他可1分钱都没有。我怎么选择是我自己的事情，还用不着你们指指点点。你这个女人怎么好赖话不听呢？非要跟月薪3000的在一起。就是，他一个穷屌丝，估计连书都看不懂几本，艺术品你能看得懂几个啊？哦，这么说你很懂艺术？那是当然。看见后面那幅画了吗？这是明代画家吴彬的《百兽朝凤图》。吴彬用笔苍劲奇绝，设色瑰丽，
此画中的凤凰栩栩如生，象征着祥瑞、盛世、仁政。此画价值不可估量，乃是国宝级的佳作。可惜了，是个赝品。确实是个赝品。目前真迹已经丢了，谁要是能够提供线索，我们博物馆愿意提供1个亿的奖励。不过像你这种，恐怕这辈子都与这1个亿无缘了。谁说的？我刚好知道百兽朝凤图的真迹在哪儿。你说你知道百兽朝凤图的真迹在哪儿？哎呦，你太搞笑了！哎呀，苏倩，你的前男友他太逗了呀！陈先生，你说你真的知道百兽朝凤图的真迹下落？这1个亿，我拿定了。就你还拿定这1个亿了？来，大家快来看看呀！这个穷屌丝说自己知道百兽朝凤图的真迹在哪，还扬言说要拿定这1个亿了。啊，什么真的假的呀？价值好几亿的国宝，难道今天真的有人1个亿拿走了？吹牛吧，我怎么这么不信呢？陈宇泽呀，陈宇泽，既然你想出头，那我今天就让你好好出头，让你当着大家的面儿好好丢下人。到底有没有真迹？小伙子，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就是啊，有就拿出来啊！馆长，就这个废物，为了1个亿的奖赏，说自己知道百兽朝凤图的真迹在哪儿。哦，是吗？没错，我是这儿的馆长。你要能真的拿出真迹1个亿，立马奉上。好啊，我今天就告诉你们，真迹在哪儿。说真迹在哪儿？在哪儿啊？真迹就在这儿。你是说这个真迹就是赝品？陈宇泽啊，陈宇泽，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呢？你真是太搞笑了。我耳朵是不是听错了？陈宇泽居然说这墙上这个赝品是真的。哎呦，我知道你这个废物很傻，但没想到傻到这种地步，居然把假的说成真的。是啊，用来展览的画怎么可能是真的呢？啊，是啊，这要是真的，博物馆干嘛拿出1个亿买真的呀？年轻人，你是在耍文吗？你们不信是吧？好，我证明给你们看。里面真的有幅画？难道说博物馆找了30年的吴斌真迹，就在他的赝品之中？不会的，绝对不可能！这个百兽朝凤图一定是假的，假的！你们仔细看看吧，这幅吴斌的百兽朝凤图，比赝品做工更加精致，下笔更加有神。老夫来看看。这竟然是真的百兽朝凤图真迹！不可能！他怎么知道真的在这里？这肯定是假的！你竟然质疑我？不敢！你自己不识货，你仗着你自己的身份欺负这个年轻人。从明天开始，不要来了。馆老，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被解雇了。以你的素质和你的态度，你根本就不配拿年薪1000万当我馆长的经理。你给我滚！不可能！我年薪1000万的工作呀，都是你害的！这一切都是你害的！馆长啊！小伙子，你的1个亿1分钱不少。支付宝到账1亿元。这博物馆真的给了1个亿，太守信了。这小伙子也厉害呀，竟然把国宝级的画作都找了回来。陈宇泽，你个穷屌丝，凭什么能拿1个亿？穷屌丝，我现在可是有1个亿。你的男朋友丢了工作，能有几个钱？陈哥哥，你把你旁边那个女人甩了好不好？我最喜欢陈哥哥你了。刚才的事都是误会，我们和解吧。苏姐，你他妈个贱人！
原来你跟我在一块儿都是为了我的钱啊！赵明，我跟你不熟，别跟我说话了。陈哥哥真的知道错了。你不是知道错了，你是知道自己的长期饭票以后没钱了。哼。没想到今天还能见到吴斌的真迹，陈先生，你真是越来越让我惊喜了。小意思，能找回吴斌的真迹，这对我们龙国整个的文化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小伙子，今天真是多谢你了。关老，哪里的话，我都领了1个亿的悬赏金，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我现在要立马去做好文物的保护工作了。下次你到博物馆来，我亲自招待你。好。今天收获了1个亿，听取动物的心声真的太赚钱了。翠玉啊，我刚从岛国飞回来，你知道吗？那边有大事发生。哦，翠花，快给我详细说说。这是小鸟们的心声，看来又有新的情报。我看见我们的熊猫国宝了，它叫海宝，它目前状况不是很好。啊，怎么会这样啊？岛国人非要喂它福岛核辐射的竹子，它就绝食。岛国人还隐瞒了这件事情，对外宣称海宝病了不见客，导致现在根本没人知道海宝病了。那再这样下去，海宝岂不是要病死了？这样我们龙国人啊都不知情。根据我们和岛国签订的熊猫条例，岛国方如果照顾不好熊猫，我们是有收回熊猫的权利的，并且要罚岛国好几个亿，起到关键监督作用的公民和个人能奖励3个亿。哎呀，可惜我们龙国人都不知道，这可怎么办？急死我了！没想到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在岛国竟遭如此折磨。不行，不管是为了国宝的安全，还是为了拿到条例里的3个亿奖金，我都必须要拯救海宝。还我海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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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见海宝，为什么不让我们见？我是海宝的忠实粉丝，专门飞回来的，为什么不让我们见？熊猫海宝现在生病了，不见客。海宝病得怎么样？严重吗？我说了，不严重，不严重，赶紧走。真的不严重吗？你们是？我们是龙国代表，特意过来检查海宝的安全情况。这是我们的证件。如果海宝有问题，将履行两国签署协议。我要请示上级。我是岛国的首席兽医，是这个动物园的代表，山本一郎。有什么话你们可以和我说。我们要检查海宝的安全情况，我怀疑海宝现在病危了。那些都是谣言，海宝现在正在康复中，不能见客，你们请回吧。是家乡的口音，龙国人快救救我！海宝好痛苦，救救海宝！是海宝的心声，他在向我们求救。海宝，不用担心，我这就带你回家。山本一郎，根据我们两国签署的熊猫协议，我们有权利检查海宝情况。你赶紧放行，否则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这也是我们龙国的官方的意思。那好吧，你们跟我来。能看到海宝了吗？我们一块跟上看看吧。你们也去吧。我们也去吧。走，快走吧，走吧，一起。我好难受，好痛苦，好想回家。山本一郎，你们岛国是怎么照顾我们国宝的？我们国宝怎么虚弱成这样子？根据我们两国签订的熊猫条例，我们现在就可以带海宝回家。不行，海宝是我们上野动物园的重要经济支柱，我们岛国人都非常爱海宝，你们不能带走它。不能带走？难道继续留在这里忍受折磨吗？还是说你想违反条例？条例上写的，只有我们抚养不善，你们才可以把海宝接回去。现在我们并没有抚养不善，我们不是过错方，只是他身体虚弱才会导致得病。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运用了全亚洲最先进的基因测序和免疫分析技术，只是海宝的血液有所异常，这是免疫力低下的表现。我们熊猫都很健康，怎么可能有问题？我们已经提供了全亚洲最好的治疗方案以及仪器，我们的检查报告已经证明了我们的权威性，给你们的检查绝对不会有任何区域。谈判陷入僵局了，这该怎么办？放心，我有办法把海宝带回去。小泽，
那就靠你了。山本博士，在依赖仪器之前，能不能让我们再观察一下海堡？可以。你们看，宴席是真的，他真的不吃东西。我们准备了竹笋、山竹、苹果，还有特制窝头，他什么都不吃。这不是我们打翻的过错，是你们熊猫自己的问题。这些竹子有股让我害怕的铁锈和灰尘味儿。妈妈说过，这种味道的竹子不能吃，会生病。山本博士，近日以来，海堡的竹子来源地是否有更变？没有变更，就是来自我们的北海道优质竹园，每次都有检测报告。还在撒谎！明明是带有辐射的福岛食物，竟然大言不惭地说经过了严格的检疫。我能看看竹园的检测报告吗？或者说是竹子身上以及竹子本身的放射性检测报告？钱顾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饲料的安全标准是国际最高标准，你是在质疑我们的专业，还是在质什么？哼！我们那么多竹子他都不吃，你们拿到他就吃了吗？哼，可笑！吃不吃，你等会儿就知道了。海宝，我带了故乡的竹子，你给饿坏了吧？快吃吧！啊！这是家乡的味道，还是龙国人对我好。梁教授，谢谢你。什么？他居然开始吃了！山本一郎，你还有什么话好说？鉴于你们岛国给我们海堡吃带有辐射的食品，已经严重违反我们签署的条例。按规定，我们要把海堡带回家。岛国太可恶了，快送我们海堡回家！送海堡回家，惩罚岛国，让他们付出代价。哼，没有区别，等会儿就知道了。周小姐，我们空运的竹子到了吗？已经到了。山本一郎，事情还没有结束，你们还要做出郑重的道歉跟赔偿。我们坚决不道歉。不道歉，不道歉就等着我们龙国的航母、飞机、大炮开到你家门口。核武器还在你们岛国，再次爆炸一次，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哼！航母、飞机、大炮、原子弹，不，我们岛国不是对手。我是山本一郎的上司，岛国生态部部长坂本一郎，我们错了，我们道歉。哼！哎，我们一定会给你们一个说法的。请问上野动物园为熊猫海堡带有辐射的食物是真的吗？你们岛国要怎么给我们龙国赔礼道歉？对你们相关人员的惩罚措施是什么？各位记者，请稍安勿躁。我坂本一郎代表岛国内阁首相向大家道歉。给大熊猫海堡投喂辐射食物这个事是事实，我们道歉。你们以为道个歉、鞠个躬就完事了吗？这事没完。就是，这事没完。你们具体的措施是什么？首先，根据法律，我们会对上野动物园所有相关人员处以50年以上有期徒刑。其次，我们会归还大熊猫。根据我们两国之间签订的熊猫协议，我们会向龙国赔付10个亿的赔偿金。在此再次道歉。小泽呀，这次多亏了你，赔偿事是小，国宝大熊猫的安危是大。这次你辛苦了。保护国宝是我应该做的。依照行政条例，对保护大熊猫提供关键证据，奖金3个亿。我们已经打你的银行卡上了，你一定要收下。领导，你太客气了。哪里，既然如此，我们就先回去了。哦，对了，对海堡还要多加留意，我们要将海堡带回川省，接受最好的治疗。啊，好，领导你慢走。宇泽，这次要是没有你，我们的国宝真危险了。你真的太帅了。周小姐，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小月，你看，我们竟然在岛国遇到了龙国的老乡。真的呀，小日，好像就是他们拯救了我们龙国的国宝大熊猫吧？他们真是英雄啊！是啊，
可惜熊猫国宝被救回去了，另一件国宝还在岛国呢。这是鹦鹉们的心声，他们说还有一件国宝留在岛国，是什么意思啊？周小姐，我离开一下，马上回来。好。小月、小日对吧？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刚才说的另外一件国宝是什么意思啊？妖兽了，两脚兽听懂鸟话了。你们放心，我是龙国人，你们是龙国鸟，不会伤害你们。好吧，龙国人不骗龙国鸟，你不许骗我们。不会的，只是我想知道你们刚才说的另外一件国宝在哪儿呢？我想把它带回去。既然如此，我就告诉你吧。根据我们的消息，明天在岛国最大的东瀛雅集年度私密鉴宝会上，有个龙国的国之重器，叫唐流金佛像。这是我们的爷爷告诉我们的，是岛国在接近100年前从故宫里抢走的。不过他们现在转手太多，都糊涂了，竟然当做仿品卖。他们用5万人民币的价格拍卖，可实际上这个宝贝价值至少好几亿。好几个亿？到时候如果我能捡漏的话，我就可以把另外一件国宝给带回家了。谢谢你们，小鹦鹉们。小意思，龙国鸟不骗龙国人嘛。你等着，明天我们去现场给你提示，你肯定不会认错的。好嘞，太好了！事成之后，我请你们吃1年的好东西。真的吗？谢谢你啊，两脚兽。怎么说？我们要回龙国吗？周小姐，你能帮我打听一下明天岛国开的东瀛雅集年度私密鉴宝会吗？好，我打听一下。哦。好，知道了。打探到了，据说这是岛国最大的权贵鉴宝会，受邀者不过30人，得到邀请函极其之难。这可怎么办啊？但我是谁啊？周氏集团的大小姐，这点小事不在话下。我已经搞到了明天的邀请函。周小姐，你真是太棒了！明天我们去鉴宝会，有一件捡漏的好东西，我们把另外一件国宝送回家。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哟，这不是刚刚上了电视的龙国人陈玉泽吗？怎么跑到我们这地盘？你是？我是岛国第一古董鉴宝专家，特地受邀来参加鉴宝大会。哦，所以呢？你找我什么事啊？是你用大熊猫让我们岛国在全世界面前都丢了面子，而且还让这么多官员给你们鞠躬道歉。这个仇我来替岛国报。你们不是要参加鉴宝会吗？好，我们各自挑一件，看谁的藏品价值高。如果你输了，你就在电视上给我们岛国人道歉。要是你输了呢？我要是输了，我给你们赔礼道歉，并且不再诋毁你们龙国，而且给你们龙国慈善基金会捐款10个亿。好，这可是你说的，一言为定。哼！来自全球各地的贵宾，欢迎参加东瀛雅集年度私密鉴宝会。从现在开始，你们要自己判断宝物的真假，自由出价，价高者得。我们鉴宝会官方不保证宝物的真假。东瀛雅集年度私密鉴宝会现在开始。龙国人，你们怎么还不出价？难道是认输了不成？关你屁事，我自有自己的判断。好，既然你们坐以待毙，我就当你们是输了。你们就准备着给我们岛国人道歉吧，我可要出手了，5000万，5000万元1次，5000万元2次，5000万元3次。恭喜村正先生拿下岛国古代玉佩。龙国人，你看到了没啊？我用5000万拍下了这价值8000万的藏品，这就是我岛国第一鉴宝大师的能力。你就等着认输吧。嘿，哦，价值8000万，
你就觉得自己赢定了？哟，装什么装啊！我就不相信你还能拍出更高的藏品。嘿，如何不能？嘿，你真是信口雌黄啊！我就在这等着看你的笑话。嘿，这个藏品看起来有点年份，但具体价值不知，起拍价5万元，请大家酌情出价。这东西看上去也太廉价了，一看就是伪品，怎么可能卖出去？就是，别耽误时间了，赶紧开拍吧。梁教授，就是这个，不会错的。我爷爷带我见过，这个佛像内部暗藏玄机，就是这个宝物，价值好几个亿，是国宝，你一定不要错过。我出5万。嘿，我没听错吧？你居然出5万，买一个大家心知肚明的垃圾。要是我说送给我东西我都不要，送给我东西我都不要。你不要我要。你确定要用这件藏品和我这价值8000万的岛国古代玉佩比吗？你就准备好给我们全岛国人谢罪吧。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别看你现在叫的欢，等会儿有你好受。5万元1次，5万元2次，5万元3次。恭喜来自龙国的陈先生拿下未知佛像1件。诸位，我和这位来自龙国的陈先生有个赌约，还请诸位见证。什么赌约？还有这种好事儿？快说来听听。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样吧，我们当你的见证人。这个龙国人昨天当着全球媒体的面，利用大熊猫侮辱了我们岛国的高官，也侮辱了我们岛国的人，所以我和这位龙国人做了个约定，各拿下1件藏品比价值。我要是输了，我就给你们龙国人的慈善基金会捐款10个亿，并且鞠躬道歉。要是你输了，就当着全球媒体的面给我们岛国道歉。那这么有意思的事情啊，原来昨天电视上的龙国人是他呀。村正先生，请你放心，既然我们知道这个赌约，那我们做你的见证人，绝对不会违背。好，龙国人，是不是该拿出你这垃圾，让诸位做价值？既然你自取其辱，那我就成全你。请。村正先生的玉佩是岛国战国时期的大名玉佩，不会错的，市场价值至少8000万。怎么样？我早就说了，我可是岛国第一古董鉴宝大师，跟我比，你还太嫩了。龙国陈先生的佛像看着没什么价值啊，应该不值什么钱。这场赌约是村正先生赢了。对，是村正先生赢了。谁说的？我的佛像暗藏玄机。诸位请看，这佛像里面是什么？这不可能啊！难道这佛像不是废品？这器型虽然仿唐，但这纹饰呆板，线条绵软无力，金水敷衍，这火候未退，这分明就是一件仿品。诶，这里面还有字。我熟知龙国文化，这个佛像是唐玄宗时期家喻户晓的神话典故。这个佛像不简单呐！这个铜体采用的是汞鎏金工艺，金层厚实，黑金相间的斑驳。就这样的裂纹，绝对不是现代可仿的。这难道是岛国失传已久的唐鎏金铜释迦牟尼坐像？就这样的宝贝，起码数1亿元呢！什么？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是国家级宝贝啊？
事实胜于雄辩，恭喜来自龙国的陈先生得到国之重器。等等，这里还有暗格，因为我们没说啊，还有意外惊喜。我操，这他妈是金素山藏经纸，唐代名纸，1000年不坏啊！快看那里面的字，那是1000年前的字体，不会错的。纸上所书，那是唐玄宗亲笔御赋的《春寿赋》。快看，文本的末尾有玄宗著名的朱文鉴藏印，开元2字。此印与现存的唐代书画文卷完全吻合，绝对不可能是假的。不知道各位能否估个价？此物是无价，如果非要交易，我感觉至少10个亿。既然如此，价值10几个亿的唐鎏金释迦牟尼青铜像和价值10个亿的唐玄宗李隆基亲笔御制的春寿赋，够不够超过你的价值8000万的什么岛国玉佩啊？我这村长，你不会想要耍赖吧？刚才是你找我，让我们给你见证赌约的，现在不会不认账吧？按照约定，你得给我们龙国慈善基金会捐款10亿，外加给我鞠躬道歉。我真搞不明白，一个岛国人哪来的勇气跟我叫板？就是，快点道歉，要遵守诺言。我道歉，我给你们龙国道歉，我不该侮辱你们龙国人。还有那10亿元捐款。好，我现在就转。你看，10个亿我已经给你们龙国慈善基金会转过去了，现在可以了吧？算你识相。这岛国人真幽默，在自己家门口大败而归，不知道会不会切腹自尽呢？就是啊，龙国人啊，就是比岛国人强。宇泽，你太给我们龙国人长面子了，我真是太崇拜你了。我相信我们每个龙国人都会这么做，维护我们共同的荣誉。对了，周小姐，刚才那个数10亿出头的国宝，有人会主动接手吗？我联系满江看看。宇泽，我联系到了官方故宫博物馆的馆长，他听到唐朝国宝出土，特别激动，愿意出价10亿元。你觉得价格如何？可以啊，我觉得没问题啊。把这个国宝交给故宫博物馆，方便国宝的展览和保护，我觉得非常合适。好，那我跟他说，直接把钱打在你银行卡上。馆长，我们同意交易，稍后就带着国宝回去。10亿，我还没赚过这么多钱呢，这也太夸张了。小鹦鹉们，实在太感谢你们了，要不你跟我们回龙国吧？我在龙国有自己的动物园，里面什么都有，我可以永远拿零食给你们。真的吗？真的吗？太好了，我们跟你回去。周小姐，我们回家吧，送唐朝国宝回家。好，我亲自去一趟，确保国宝安全回国。你就是陈玉泽，你是周红吧？我是故宫博物馆的馆长史谦，宝贝可平安回国？史馆长，这是唐代鎏金释迦牟尼佛像，来，请过目。哎呀，好。史馆长，这是金素山藏经纸，唐玄宗李隆基亲笔御制的春寿图，请您过目。好啊，好，这真的好，这全是真的，我的眼光不会看错的。你们可是为我们国家立了大功了呀！我的眼光不会看错的。
你们可是为我们国家立了大功了呀！以后我们国家关于唐朝的历史文物，可是又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呀！士馆长，您太客气了。找回流落在外的国宝，作为龙国人应该做的。更何况，您还奖励我10个亿呢。哎，这10个亿啊，是你们应得的，不用再提了。我先把国宝保存起来，一会儿再好好招待你们。哎，太好了，太精美了，这是我们国家灿烂的文化呀！哎，士馆长，这个玻璃柜怎么是空的呀？这个空位啊，是留给我们国家古代的传国玉玺的。很可惜，这玉玺自从溥仪离宫之后便杳无音讯了，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遗憾吧。不就是传国玉玺吗？我就知道在哪里。这是雨燕的心声，他知道玉玺在哪儿。士馆长，我先失陪一下。好。小燕子，你刚才说知道玉玺在哪里，你能告诉我吗？我请你吃好吃的。你竟然能听到我的心声，太不可思议了！帮我们龙国找回国宝，这是我这只龙国鸟应该做的。如今终于有人能听懂我说话了，我当然可以告诉你。好嘞，太感谢你了。其实我太爷爷亲眼看见过玉玺下落。当年有个小太监抱着玉玺逃出故宫，在西山脚被土匪砍了，玉玺滚进山沟，是龙泉寺的慧明师祖捡回去的。不过可惜，慧明师祖不知道玉玺的价值，用来垫佛像前的桌角了。看来我要再去一趟龙泉寺了。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谢谢你啊，士馆长啊！我知道玉玺的下落了。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你真的知道玉玺的下落？千真万确，我的线人看见了，一定没错。好啊，你要是真的把玉玺找回来，我给你做主，批50个亿的奖金。50亿？这也太多了吧？不多不多，你把国家放心上，国家也一定会报答你的。这可是传国玉玺啊，见证我们祖国，见证我们国家历史的文明兴衰呀，必须值这么多。好，那这个任务我就接下了，你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把玉玺带回来。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我先回去准备好玉玺的接收工作，再见。宇泽，你真的知道玉玺的下落？知道。周小姐，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龙泉寺吗？我知道，不过这个寺庙平时不常开，需要一些关系才能进去。那你能帮我用你的关系带我进去吗？巧了，我周氏集团正好是龙泉寺最大的香客，他们和我们是老熟人了，我带你去。好，你跟我一起去，玉玺就在龙泉寺。周施主、陈施主，你们怎么来了？慧道大师，我们忽然叨扰，麻烦你了。周氏集团捐了几个亿的香火钱，是我们最大的香客，称不上叨扰。施主们想来就来，我也会为施主们祈福的。没想到周氏集团和龙泉寺的关系这么好啊！看来拿走玉玺的事情有机会。啊！哪儿来的穷屌丝，滚一边去！你走路不长眼吗？没看到边上有人？切，就撞你怎么了？你他妈谁呀？有几个钱，敢这么跟我说话？就是，我老板可是大名鼎鼎的赵氏集团董事长赵乾，身价100亿，还不赶快立马道歉！今天在佛门净地，我不和你争执。但下次你再动手动脚，我就不跟你客气了。装什么装？找到了，这应该就是小燕子说的传国玉玺了。我得想个办法向慧道大师讨要过来。慧道大师，我看你这桌子如此破旧，还用石头来垫脚，不如这样，我给你买一张新的桌子，你把这张旧桌子卖给我。施主想要的其实是这块垫脚石吧？老板，这小子好像特地为了这个垫脚石来的，难不成这垫脚石是什么宝贝？我们要不出钱拿下？
有道理。慧道大师，这块垫脚石我要了。明明是我先来的，你凭什么跟我抢？凭什么？就凭我赵钱有钱。大师，我出100万香火钱，这块垫脚石给我吧。我也可以出100万香火钱。你个穷小子，你有钱吗？你还出100万香火钱？区区100万，我怎么会没有？哼，我之前已经积累了10几个亿的财富，这个玉玺我必须拿下，拿下就是50个亿的奖金，哪怕花点钱，怕什么？哼，你就装吧，你还有100万，别搞笑了。怎么样，大师，我可以加钱。这不是钱的事，佛门不讲金钱多少，看施主是否有缘。大师，那你看他跟我，谁跟这块垫脚石有缘啊？是这位陈先生先发现的这个宝物，并知道它的价值，自然是有缘。所以这件东西归陈施主所有。哎，你个死秃驴！老子一年往你龙泉寺捐几百万，你就这么对我？从今往后1分钱老子不会往你这儿捐。这是施主的自由，老衲不干涉。我得把这块石头的灰擦掉，确认这块石头是我要找的传国玉玺。没错了，上面写着“寿命于天，既寿永昌”这8个字。传说王莽篡位时，曾向自己的姑妈当时的太后王政君索要玉玺，被太后大骂一番，摔掉玉玺一个角。王莽用黄金填满了这个角。没错，此玉玺和传说中描述的一模一样，这就是秦始皇当年的传国玉玺啊！怎么可能？这居然是传国玉玺！可恶，为什么不是我得到？如果是我得到，我就可以称帝了。还称帝？你也够幽默的。这玉玺我要还给故宫博物馆，滚一边去！此物乃当年惠明师祖在战乱中保存，一直在等待能够保护他的有缘人将他带走。大师，日后我一定为龙泉寺修缮庙宇，塑造名声。今日物归原主，分文不取，只求一句，让他回家。大师苦心了，我一定不负所托，可以回去交差了。万代良久寿，宝物还没带完呢，还有一件宝物——桌子，内置供桌，桌板夹层。太爷爷说，惠明师祖从火场抢出它时，怀里还死死护着个油纸包。这是小燕子的心声，还有一件宝物在桌子下面夹层里。大师，我今日还想索求一物。难道施主知道我这寺中还有什么宝贝？这我就不知道了。如果施主能够找到，就是有缘，拿走便是。老板，这小子好像还知道什么。哼，肯定是在装神弄鬼。永和9年，岁在癸丑，这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真迹》啊！兰亭集序的真迹，这怎么可能？你吹什么牛呢？你怎么可能同时找到传国玉玺和《兰亭集序真迹》？这不会有错的。老衲一向爱好书法，临摹过无数遍王羲之这个字。你们看，这字铁画银钩，笔墨酣畅，字体飘逸处如云鹤游天，凝重处似蛟龙潜渊，绝不会错。今日见得此物，望此生死而无憾。万一是高仿呢？
传闻当年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让天下人都能够欣赏到王羲之的真迹，特地请了书法大师临摹了很多部，传到人间。但老衲敢保证，这绝对是真迹，因为卷末10余枚历代的收藏印，最早一枚是唐太宗贞观的连珠印，竟然是唐太宗李世民自己的连珠印，这是皇帝的印章，只有真迹才有。那没问题啊，这就是真印，价值不可估量啊！又是传国玉玺，又是王羲之的真迹。今天我也看到了，见者有份，你必须分我一个宝物。分你？我可是受官方所托，找回国宝。你敢动手试试？明天警察叔叔就去你家里搜。朱小姐，我们回故宫博物馆复命吧。小泽，传国玉玺带回来了。史馆长，任务完美完成，玉玺带回来了。啊！银白偏绿的蓝田玉质，乌龙角钮的赤龙钮，一角镶黄金。你看，地面小篆字写“受命于天，既寿有昌”。没错了，没错了，这就是秦始皇的传国玉玺啊！好啊，好啊，它见证了我们国家无数王朝的兴衰起落，见证了5000年文明的不朽的神物啊！太好了，太好了！小泽，你可是为我们国家立下了不世之功啊！把玉玺带回来，是我们国家文化历史上的1等1的大事啊！史馆长，过奖了。哪里的话呀！你的功绩这么大，我夸的再多都不够啊！小泽，快把手机拿出来，我现在就给你转账。说好的50个亿，上级已经通过了我的申请，1分钱都不少你。史馆长，别着急啊，我这次啊，不仅带回了这件国宝，还带回了另外一样。这是什么？这是王羲之的真迹，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什么？兰亭集序？没错，史馆长，您过目。小泽啊，此事事关重大，我不是书法方面的专家，我下面要召开全国文物专家研讨会，你们跟我一起来吧。小泽啊，你放心，这位呢是纸张鉴定专家陈老，那位呢是墨迹文字鉴定专家李老，还有那位是印章鉴定专家王老，还有中间这位是龙国的文化局局长沈文先生。这些都是专业人士，如果最终鉴定《兰亭集序》为真的话，你的奖金只会多不会少。史馆长，有这些专家在，我放心。不会错了，麻纸东晋的工艺，纸张吻合王羲之时代，纤维检测也过了，没有问题。松烟墨，入纸如漆，1000年不退。这笔法，这铅丝，真是真迹啊，只能是奇迹。贞观、开元、宣和、绍兴，这上面印章全部可考，流传有序。既然如此，可以下定论了。没错，这就是真迹，《兰亭集序》出世了。陈宇泽同志，我代表国家，代表龙国14亿人民，谢谢你。领导，过奖了。现在，以官方宣布陈宇泽同志的奖励。传国玉玺是华夏正统象征，《兰亭集序》真迹是中华文脉的巅峰。这2件国之重器的回归，其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但国家必须让功臣得到应有的尊重。经官方专题会批准，财政部、文旅部、文物局联合设立中华文明瑰宝回归专项奖励基金，总金额达到150亿，全部奖励给陈宇泽同志。150亿，
之前不是说找到玉玺奖励50亿吗？如今找到兰亭集序，竟然给我这么多！国家待我不薄，李煜待我，果然为国家找回文物是正确的决定。除了物质奖以外，我们还给陈宇泽先生提供了物理奖章。我们正式授予陈宇泽先生国家卫士荣誉称号，享受国家级专家津贴，可随时调阅全龙国的文物档案，参与最高级别的文物鉴定，还授予陈宇泽先生龙国勋章，这是该勋章设立70年来首次颁予非公职人员。领导们这么对我，我真是受宠若惊啊！陈先生，领导们看了你的材料，说了8个字：文化卫士，国士无双。此外，我们将为你成立陈宇泽文物鉴定与保护国家级工作室，编制20人，地点由你任选，故宫、国博、敦煌研究院，所有文博单位将为你永久开放绿色通道。领导们这么信任我，我一定不负所托。从一个小小的动物园动物饲养员成长到今天，我也算是名利双收，人生无悔了。周小姐，我能拥有如此财富和荣耀，多亏你的帮忙。你这是哪里话？互帮互助嘛。有空的话，我请你吃饭。毕竟你现在可是亿万富翁，你要请我吃饭的话，我可以大吃特吃，让你出出血。没问题，随时欢迎。喂。我要赶快去趟医院，我妈突发患病，医生已经下发病危通知书了。那我陪你去。好，走。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爸，你快告诉我，妈会好起来的，对吗？我已下了悬赏令，谁治好我夫人，我就奖励谁周氏集团20%的股份。周氏集团可是中国最强财阀，资产万亿，世界排名第1，20%股份可是几千个亿啊！红红，你妈会没事的，我已找来了国手医圣秦老来给你妈看病。秦老，如果您能治好我妈，我们周家一定会报答您的。哎，周先生，周女士，不是钱的问题，我治病救人不图钱，问题是周夫人患的是髓脉枯竭症。古方记载，唯有千年灵芝方为药引，或有一线生机。那我马上去找。只是这千年灵芝生长在云雾山深处的阴阳谷，那里云雾缭绕，毒虫遍布，近50年来无人能采到。我记得我有深山搜索队程大山队长的电话，我联系一下问问。哎，好，走。程队长，你有千年灵芝的消息吗？周总，你有所不知啊，之前有个客户专门给我们搜索队也想要这千年灵芝，甚至出价几千万，可我们整个搜索队20几号人找了7天7夜都找不到啊！哟，这些两脚兽在找千年灵芝，山里的老猴子们前几天还说阴阳谷那株千年灵芝昨晚结果子了，晾了一整夜呢，恐怕只有山里的老猴子们知道了。这是喜鹊的心声，竟然是千年灵芝的线索。看来我有机会拯救周红的母亲了。只要进山用一些好东西和猴子们交换情报，我就能得到千年灵芝的具体位置。我想进山试一试。宇泽，山里危险啊！没事，
能为阿姨尽一份力，也是我该做的。这个小伙子年轻善良，之前听红红说他还十分有本事，是个好苗子。那我跟你一起去，我妈，我也要尽一份力。好，周小姐出手是吧？这小子一看就是想要吹牛。哼，我们这么厉害的搜索队都找不到，他能找到？我相信他。我有千年灵芝的情报，我有信心找到。就你？好好好，年轻人喜欢说大话。既然如此，我也带队进山试一试，我们一起找，看谁先找到。没问题，走吧。老猴啊，快看，又有2只羊角兽来我们的地盘了，肯定是奔着千年灵芝来的。我们别管他们，没我们的情报，他们找1万年也找不到。狐王的心声，我听到他们说话了。周小姐，我要去跟猴子们谈判一下，只有他们才知道千年灵芝的下落。你在这里等着我，注意安全。好。老猴王，我是来谈判的。这个2角兽竟然知道我是老猴王，难道他能听懂我们的话？我当然可以听懂，这点你不用怀疑。那你说吧，你要怎么和我们谈条件？先说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让我们免费帮你找到千年灵芝，不可能。我当然知道，所以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些东西。什么好东西？你不会拿香蕉什么的糊弄我们吧？你以为我们在森林里吃不到香蕉？首先，我给你们准备了水果，这是见面礼，希望你们喜欢。还不错，挺好吃的，但是这样还不够，一点不值钱的香蕉可换不来千年灵芝。当然知道，所以我还准备了其他的。每个动物都喜欢高糖分食物，高糖分食物呢是维持能量的来源，所以我带来了精品蜂蜜，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的。好甜，是个好东西。2角兽，你做的不错。还有呢，深山之中极度缺盐，高盐分食物对于动物来讲是极度的美味，所以给你们带来了坚果，还有海苔。你们肯定会喜欢。好盐，好盐，这是人类的精品盐，是我们从来没吃过的美味。2角兽，还有其他的吗？我快被你打动了，真的就差1点了。我包里还有很多了，当然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宝贝？这个2角兽也太懂我们了。啤酒，我听说你们猴群会自发酿制酒，但是成功率极低，所以我给你们带来了精酿啤酒。到时候喝的时候一定要节制，不能贪杯。好酒，好酒啊！不就是千年灵芝吗？我们带你去拿，你这个背包里的东西就都给我们吧。哎，好嘞，好嘞。跟我们走。哎，周小姐，我已经跟猴王他们谈判好了，他们知道千年灵芝的下落，赶快跟上吧。真的吗？母亲的病有希望了。小泽，谢谢你。走吧。找到了千年灵芝，母亲的病有希望了。宇泽，谢谢你啊，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猴子，也谢谢你。小意思，回去吧，回去吧。好嘞。程大山，你怎么会在这里？这地方可是很隐蔽。你跟踪我，我就知道你小子敢接下这个任务，肯定是有什么秘密。我们跟着你啊，果然找到了千年灵芝。程大山，已经结束了。千年灵芝宇泽找到的，跟你无关。无关？马上就要有关了。让你带走，我这20%的周家股份怎么办？那可是价值几千个亿呢！兄弟们，给我上！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就不怕我回去告诉我爸？到时候你们不但拿不到股份，还统统要坐牢。哼，我让你回不去不就好了？到时候我就跟你父亲说，你们2个在山中失足摔死了，他怎么求证？你好恶毒的心！恶毒就对了，在这唾手可得的1000亿资产面前，恶毒咋了？周小姐，要怪就怪你们自己吧。说完了吗你？怎么，害怕我？你是不是忘了我还有什么底牌啊？底牌？你还有什么底牌？老大，别信他，他肯定是在拖延时间。就是，我们直接上，做了他们，到时候钱都是我们的了。动手！
这小子被坏人欺负，他给了我们好吃的，我们得帮他。猴子猴孙们，一起帮助他打退坏人。是。哪来这么多猴子？你们要干什么？都滚！都滚！他们数量也太多了，这么多石头砸过来，我们会被砸死的。那还等什么？快跑啊！小子，他们跑了。感谢猴王，以后啊，我每个月都让人送一卡车零食过来。这还差不多。诸位，我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位优秀的年轻人，他就是之前拿过国宝卫士国家级荣誉称号的陈宇泽先生。就是他进入凶险万分的阴阳谷，找到了千年灵芝，救了我的夫人。大家好，我是周红的母亲，周龙的夫人林平。几天前我还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医生都给我下了病危通知书，幸亏有这位年轻人，我才有机会继续活下去，来见证我女儿红红的幸福生活。这陈宇泽对周家可是有大恩的，不知道今天他们会怎么报答他？不知道啊，至少有几百万的奖励吧。几百万都是少的，至少得几千万。陈宇泽对我周家的恩情，我自然要报答。我宣布，周氏集团20%的股份无偿转送给陈宇泽先生。什么？我以为只是给点钱，没想到周氏集团这么大方，竟然一下子把20%的股份给了。就是，这周氏集团不比其他集团，这可是龙城全球最大的财阀集团，资产何止万亿，20%的股份，价值好几千亿的资产啊！我要是有几千亿，我还上什么班呢？我躺着花都花不完。哼，不过是运气罢了。这不是周氏集团的商业对手王氏集团的王天霸吗？和他的秘书钱昌，他们来干什么？怎么，我不能来吗？就是，王总过来是给周氏集团面子。我说了，这年轻人呢，也就是靠运气得到股份罢了，本质上还是个穷屌丝。这种普通人，就算得到钱，也迟早败光。这王总不是很友善，我们快走吧。可恶，在商业上打不过周氏集团，在这里也没人把我当回事儿。王总，我有个法子，能让周氏集团彻底崩塌，到时候整个龙国商界就是您的天下了。哦，说来听听。王总，这是我找的毒，无色无味，只要把它放进酒里，让周龙的女儿周红喝下，她必死无疑。到时候周家唯一的继承人死了，他的母亲也大病初愈，他肯定受不了如此噩耗。等周龙的女儿和妻子都死了，他肯定崩溃了。以后周氏集团岂不是不攻自破啊？此计妙，妙啊！快把药给我，把药下到酒里，端着酒杯去给周红敬酒。陈先生，恭喜啊！这年纪轻轻20多岁就坐拥上千亿的资产，不像我们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正在送外卖呢。陈先生，你如此年轻，前途不可限量，以后还得多多照顾啊。哪里的话？梁教授，不好，有人下毒了！啊，失陪一下啊。小日小月，你们刚才说什么？有人要下毒？我们从动物朋友那里听说你救了周母，正在举办宴会呢，就想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吃。结果刚过来，我们就看见2个坏人商量下毒，下毒对象还是你上次身边的女伴，叫周红那个呢。啊，有人要给周红下毒，在周家的宴会上。不行，我必须阻止这一切。小日小月，告诉我谁要下毒？你看那边那2个猥琐的中年人，穿着西装低头密谋的，就是他们。就是那2个吗？对，就是他们。我听别人说他们叫什么王氏集团的董事长王天霸，还有他的秘书钱昌。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小日小月，谢谢你们，我到时候一定请你们吃好吃的。不客气不客气，他去给周小姐敬酒了，你快去阻止他吧。好。哟，这不是
周家大小姐周红嘛，我是王氏集团的董事长王天霸，你还记得吗？啊，王总，当然记得。说起来，之前你母亲生病，倒是我失了礼数，没有带上礼物去瞧瞧。王总费心了。哎，一句费心怎么够？我必须自罚3杯。来，周小姐，这杯酒呀，就当是我敬你的。这杯红酒，你陪我干了。好吧。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小子，你干什么呢？这么看路的，没看到我在敬周家大小姐酒吗？就是啊，你打碎周小姐的酒杯，你是想找死吗你？没关系，我们关系很好，这种小事没事。王总，这怎么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现在怎么办？没事，反正他们也不知道我们下了毒。我们先走，然后再见机行事。哎，你干什么？这不能喝！这个梁教授怎么这么大反应？怎么不能喝？咦，好奇怪的感觉，我好难受，不对劲。球球，我的球球，你怎么了？不对，是有人下毒。什么？有人下毒？在哪儿？是谁？是谁这么狠毒？保安，封锁所有出口，任何人不得离开，立刻报警，联系救护车。还有，把全部酒水食物全部封存检验。是。王总，我们是不是走不了了？没事，他们还没有实质证据，只要我们咬死不出口，他们查不出来的。周叔，我知道是谁下的毒。哦，是谁呀？如果我知道谁在我的地盘下毒，哼，你就吃不完兜着走。完了，王总，这小子刚才不会是故意打碎我们递给周红的酒杯的吧？他知道我们下毒了？不可能，他又没有亲眼看见，凭什么证明？周叔，就是王氏集团的董事长王天霸和他的秘书钱昌策划下的毒。他们本来想下毒的是你的女儿周红，被我打碎酒杯后，被小狗误食了毒药。什么？竟然是王氏集团的董事长王天霸，好歹毒的心呐！是啊，肯定是商业上打不过周家，所以来阴的。小子，你不要胡说！你说是我下的毒，你有什么证据吗？就是啊，我们王总堂堂正正，怎么会下毒的？简直是血口喷人，荒唐！小子，此事属实吗？属实。不信的话，可以搜下他们的身。根据小鹦鹉们的说话，他们刚下毒不久，应该还来不及隐藏证据。不行，我可是王氏集团的董事长，凭什么搜我的身？就是啊，我们王总可是体面人，也是你们的客人，你们就是这么对待自己客人的吗？事关我女儿的安危，你们让搜也得搜，不让搜也得搜。王总得罪了，保安，给我搜身。不行，不能搜！你要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搜我的身，我王天霸以后在商界还怎么混？就是啊，不行就是不行！你们要是硬来，我们就报警了。报警？报！我已经报了警了。今天谁敢动我的女儿，我跟他没完！王总，与其丢人现眼，不如主动配合。你要是心里有底的话，为什么你会抗拒搜身？这小子，我跟你没完！给我搜！这是我的命令。周总，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只有个人物品，没有下毒工具。怎么样？我就说嘛，我是个体面的人，怎么可能会下毒呢？他们绝对下毒了，没错，不然小狗球球不会舔了王天霸给周红的敬酒会晕倒，一定是王天霸把下毒东西藏哪儿了。我知道。梁教授，这个坏蛋是趁人不注意，把下毒工具藏到自己的鞋底了，所以他们刚才没搜到。哦，原来如此，怪不得保镖们没找到。怎么样，周总？我就说我是个体面的人，怎么可能会干下毒这种事情？就是啊，我们王总是谁？你们竟然怀疑到我们王总身上，这也太过分了吧？难道我们错怪王总了？王总真的没有下毒？那这毒是谁下的？我没记错的话，这酒确实是王总给周小姐敬的。哼，现在定论未免过早，等警察来了，一切自有定论。不行，我已经证明了我的清白，我现在就要走。就是啊，我们王总清清白白，你们简直就是在血口喷人。今天你们要是不给我们王总赔礼道歉，我们跟你们没完。
我知道他们把下毒的东西藏在哪里。哦，原来还是他们下的毒，只是他们把下毒的东西藏起来了。我就说嘛，如果不是他们下的毒，怎么表现得这么心虚呢？你无知小辈，你口出狂言，你还知道下毒工具在哪儿？你简直是笑话！我警告你，小伙子，诬告可是要坐牢的。你要是识相点，就赶紧给我们王总赔礼道歉，要不然我们跟你们没完。哼，怎么个不客气？小子，你尽管说出来，今天有我在，谁也动不了你。下毒的工具就藏在他的鞋底。你放屁！你不许污蔑我！就是啊，这下毒工具怎么会在王总鞋底下呢？给我搜！啊，周总，这里面发现了药物胶囊，这里面好像存有毒素。好，等警察来了，立马送检，我看到底是有没有冤枉你。如果真的冤枉你，我给你们赔礼道歉；但是如果没有冤枉你，哼，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你要怎样？王总，你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产业又将不复存在。我不会收购你，但是我会彻底摧毁你。你不要考虑下辈子，你要不把牢底坐穿，我就不叫周龙。你好狠的心！这不是下毒的药物，这是治病的。我们王总有心脏病。对，这不是下毒的，这是我治心脏病的药。你们再这样逼我，我心脏病就要犯了。哎呀，疼！哎呀，王总没事吧？既然如此，大家快把王总治疗心脏病的药拿过来，给王总治病。不行，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当然是想救王总了。你不是心脏病犯了吗？这不是你的药吗？绝对不能吃。为什么不吃？这不是药吗？反正我不吃。那这就不是治疗心脏病的药，你也没有心脏病，你就是下毒的人，这就是毒药，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是啊，如果王总有心脏病，他为什么不吃自己的药呢？什么狗屁心脏病，都是编的，这就是毒药。王天霸，你为什么要下毒，毒害我的女儿？反正这样了，我就告诉你吧，杀了你的女儿，你的妻子也会因为这伤心而死。到时候，你会因为你的妻子和女儿心态崩溃，我们王氏集团就可以彻底拿下你周氏集团，彻底成为龙国最强的财团。你好恶毒的心！我今天不复仇，我就不叫周龙。谁报的？警察同志，证据确凿，他两个就是下毒毒害我女儿的人，监控、物证、人证都在这里。检测过了，这是无色无味的剧毒。你们二位现在涉嫌刑事犯罪，请跟我们先走一趟。我跟你们走。完了，这人生全完了。把他押走。今天多亏了陈先生啊，要不是陈先生，周小姐可是有危险的。就是，真不知道陈先生怎么发现的，这也太关键了。周氏集团怎么感谢他都不为过吧？我要是周总啊，我就把女儿许配给他，把公司也交给他，自己退休，过清闲日子喽。是啊，你们说的有道理。今天要不是陈宇泽先生，我失去的不只是女儿，还有我周家的未来。我宣布，我名下周氏集团股份所有产业全部转赠我女儿周红和我的女婿陈宇泽二人经营。从今起，我退休，由周红担任集团董事长，陈宇泽任 CEO。宇泽，你就别再推辞了。要是没有你的话，我肯定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既然如此，那就不推脱了。从月薪3000的动物园饲养员，到如今万亿身家的世界首富，成为全球最强财阀的 CEO， 我的人生未来还会更精彩。